笑看人间沉浮事，闲坐瑶山一壶茶。大家好，这里是7点读书，每天陪伴您。今天秋香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一个人要倒霉之前出现的5种预兆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是秋香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喜欢，7点读书因你们而精彩。一个人要倒霉之前出现的5种预兆是什么，在决定着我们的命运。有一个人在春天走进一个美丽的公园，出来以后生气地说，这地方又脏又臭，我下次再也不来了。而另一个人也同时走进这个公园，出来后却感叹道，简直太美好了，到处都是鲜花，到处都是沁人心脾的芳香。为什么同一个公园会让这2个人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呢？原来第一个人进去以后发现公园里有很多狗屎，于是他为了证明这个公园很脏，到处寻找花丛下的狗屎，注意力全部放在了狗屎上，结果只看到公园的肮脏。而另一个人却漫步公园，眼睛总是在看那些美好的植物和风景。虽然他也看到了狗屎，但他总是绕开，因为他知道狗屎也会让鲜花更美丽芳香。他将注意力完全的投入到欣赏春天的生机盎然当中，尽情去感受自然与生命的美好。这个公园就象征着我们的世界，这2个人就代表了抱怨和感恩2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，也代表了失败与成功2种不同的命运。不同思维模式会导致不同的行为模式，从而导致完全不同的人生，完全不同的命运。有一位智者曾说，看到即得到，看到什么就会得到什么。其实不是知识与智商决定命运，而是思维模式决定命运。最简单转变自己思维模式的办法，改变自己生命的方法，就是不抱怨。不抱怨的力量有多大？美国有一位作家在打车时，无意间乘坐了一辆非常有特色的出租车，司机穿着整洁，车里也很干净。他刚坐稳，司机就递给他一张精美的卡片，卡片上写着，在友好的氛围中，将我的客人最快捷、最安全、最省钱地送达目的地。看到这句话，作家眼前一亮，心想，这个司机真是与众不同。这时司机开口了，请问你要喝点什么吗？作家更诧异了，问道，列车上难道还提供饮料吗？司机微笑着说，是啊，我提供咖啡和各种饮料，而且还有不同的报纸。作家兴致来了，问道，那我能要杯热咖啡吗？司机从身边的保温杯里倒了一杯热咖啡给他，然后又递给了作家一张卡片，卡片上是各种报纸的名称和各个电台的节目单。作家顿时觉得这辆车太特别了，于是他没有看报纸，也没听音乐，而是和司机聊了起来。途中，这位司机还善意地提醒作家，离目的地还有条更近的路，是否要走？作家觉得温馨极了，于是他好奇地问司机，为什么你的车费和其他人收取的都一样？我坐别的出租车，司机都是抱怨堵车，抱怨收入，而你为何这么喜悦，而且还提供这么周全的服务呢？司机回答道，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像其他人一样喜欢抱怨糟糕的天气、微薄的收入、堵车严重的一塌糊涂的路况，每天都过得很糟糕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偶然在广播里听到《不抱怨的世界》一书中的观点，说道，如果停止在日常生活中的抱怨，能让任何人走向成功。我突然明白，我目前糟糕的情况其实都是自己抱怨造成的，所以我决定停止抱怨，开始改变自己。第1年，我只是微笑地对待所有的乘客，收入就翻了1倍。第2年，我发自内心地去关心所有乘客的喜怒哀乐，并对他们进行安慰，这让我收入更加翻了一番。第3年，也就是今年，我让我的出租车变成了全美国都少有的5星级出租车。除了我的收入上涨的，还有我的人气。现在要坐我的车，都需要提前打电话预约，而您其实是我顺路搭载的一个乘客。抱怨不如改变，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。
抱怨生活不如改善生活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有一个著名的理论，生活中的10%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，而另外的90%则由你对所发生事情如何反应决定。也就是说，生活中有10%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掌控的，而另外的90%却是我们能掌控的。这被人们称为费斯汀格法则。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：卡斯丁早上起床后洗漱时，随手将自己的高档手表放在洗漱台边，妻子怕被水淋湿了，就随手拿过去放在餐桌上。儿子起床后到餐桌上拿面包时，不小心将手表碰到地上摔坏了。卡斯丁疼爱手表，就照儿子的屁股揍了一顿，然后黑着脸骂了妻子一通。妻子不服气，说是怕水把手表打湿。卡斯丁说他的手表是防水的，于是二人猛烈地斗嘴起来。一气之下，卡斯丁早餐也没有吃，直接开车去了公司。快到公司时，突然记起忘了拿公文包，又立刻转回家。可是家中没人，妻子上班去了，儿子上学去了。卡斯丁钥匙留在公文包里，他进不了门，只好打电话向妻子要钥匙。妻子慌慌张张地往家赶时，撞翻了路边水果摊，摊主拉住他不让他走，要他赔偿，他不得不赔了一笔钱才摆脱。但拿到公文包后，卡斯丁也迟到了15分钟，挨了上司一顿严厉批评。卡斯丁的心情坏到了极点，下班前又因一件小事跟同事吵了一架，妻子也因早退被扣除当月全勤奖。儿子这天参加棒球赛，原本夺冠有望，却因心情不好发挥不佳，第1局就被淘汰了。在这个事例中，手表摔坏是其中的10%，后面一系列事情就是另外的90%，都是由于当事人没有很好的掌控那90%，才导致了这一天成为闹心的一天。试想，卡斯丁在那10%产生后，假如换一种反应，比如他抚慰儿子，不要紧，儿子，手表摔坏了没事，我拿去修修就好了。这样儿子高兴，妻子也高兴，他本身心情也好，那么随后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。可见你控制不了前面的10%，但完全可以通过你的心态与行为决定剩余的90%。这样的故事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发生过，因为抱怨导致了一整天的不愉快，甚至带来更大的损失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常听人抱怨，我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？每天总有一些倒霉的事缠着我，怎样就不让我消停一下，有个好心情呢？谁能帮我？事实上，能帮助自己的不是他人，而是我们自己。应该如何做呢？天下只有3种事：我的事、他的事、老天的事。抱怨自己的人，应该试着学习接纳自己；抱怨他人的人，应该试着把抱怨转成请求；抱怨老天的人，请试着用祈祷的方式来诉求你的愿望。这样一来，生活会有想象不到的大转变，人生也会更加的美好圆满。人生是一次可以选择的旅程，我们无法把控环境和他人，但我们始终都可以把控自己。不满、抱怨、矛盾根本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，反而会让我们吸收大量的负能量，影响健康和心情。不妨试着去建立强者思维，就是当面对生活中的一些困难、挫折时，不抱怨，不逃避，迎面面对，直接去解决它。当现实和你的预期不同时，先别急着抱怨，而是怀着好奇，问为什么，然后再去改变可以改变的，接受不能改变的。这样长期坚持下去，就不会经常跟自己过不去，跟别人过不去了。对待身边的人，多用3不3多的原则。3不：不批评，不抱怨，不指责；3多：多鼓励，多表扬，多赞美。如果家人或同事的确有毛病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在生活中你会发现有这样一个现象，有人给别人建议的时候，别人能够接受，但是有的建议别人听了就会生气。其实建议的方式是最重要的，就是3明治：赞美、建议、再赞美。
慢慢的你就会成为一个到处都受欢迎的人。优秀的人都是不抱怨的人，他们总是会把消极的想法从自己内心中扫除殆尽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了阳光与希望。让我们学习成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人，进而影响他人，让这个世界充满平静、喜乐、活力四射的正面能量。今天秋香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您能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